你好，欢迎收听。今天啊，我们要来深入聊一个，听起来特别厉害，甚至可能让你觉得有点难以置信的目标，就是这个30天掌握3000个汉字。我们参考的这份资料呢，是30天3000汉字速成法里的一部分内容。不过，先得说清楚啊，我们不是来推销什么神功秘籍的。咱们的任务呢，是想跟你一块儿仔细看看这材料里说的方法，它背后的思路到底是什么？这么快学汉字，到底靠不靠谱？还有就是这个过程啊、思路啊，对你平时的学习，甭管是学中文，能带来点什么启发？好，那我们就开始一起来拆解拆解这个目标，看看他提倡的法子能不能给你的学习带来点新想法。说实话啊，我自个儿刚看到30天3000字的时候，心里也犯嘀咕，这听着是不是有点像广告吹牛啊？我估计你可能第一反应也差不多。有这种感觉太正常了。毕竟咱们一般都觉得学语言嘛，肯定得慢慢来，日积累月。不过呢，这份资料它好像想说的是，像汉字这种，有点特别的文字系统，要是方法找对了，心态摆正了，其实高效学习也不是没可能。你想啊，汉字它既表音也表意，对吧？它的构字本身是有很强的系统性和规律性的。这个特点其实就给所谓的速成提供了一些理论上的可能，关键看怎么去用好这些特点。有意思，利用汉字本身的特点。那咱们先看目标本身，为啥偏偏是3000字这个数？有什么讲究吗？难道就是凑个整儿，听着唬人？这个材料啊，它解释说啊，3000字不是随便定的，这个数量啊，基本上能覆盖掉现在书面语里头最常用的那些汉字了。据说啊，常用的也就3500个左右。所以掌握了这3000个核心字，意思就是说，你看一般的中文报纸啊、网站啊、日常的书，基本就没太大问题了。所以这3000字呢，它定位成一把钥匙，能帮你快点打开中文信息世界的大门。而且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这份材料反复在强调，就是汉字的可拆解性。他觉得汉字不是一个一个孤零零的符号让你去死记，好多字啊其实是由一些数量有限的基础部件，就是咱们常说的偏旁部首，像搭积木一样拼起来的。比如他举例子，名字就是日加月，对吧？林就是2个木，好就是女和祖。一旦你把这些常用的积木块给弄明白了，再去学它们组成的新字，那效率自然就高多了。正是这种结构性，让这个看着挺吓人的3000字目标，在方法上好像变得有路可循了。啊，原来是这样，利用部件来学，有点像打包学习。这思路确实让目标看着没那么可怕了。那时间呢？30天这个细线又是怎么想的？为啥不是比如说60天、90天，宽松点儿？难道就是为了搞得很紧张？材料对这个时间啊也说了几点。首先呢，它好像是借鉴了点心理学的说法，就是差不多1个月30天吧，正好符合一个所谓的习惯养成周期。如果你能坚持学1个月，这个学习行为就比较容易变成你自己的习惯，不用老是逼着自己了。其次呢，这个时间长度，他觉得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你想啊，要是你真在30天里认识了几千个字，哇，那种成就感，那肯定很强。对后续学习的劲头，那是非常重要的，算是一种正向反馈。不过啊，这儿有个特别重要的地方，材料里也特意提了，他说的这个掌握或者学会，在这个阶段重点是认识字，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字能认出来，能读出来，知道大概意思就行。目标是赶紧把阅读的障碍给扫清了，它不是马上就要求你写得特别溜，或者说话的时候运用自如，可以理解成一种先认后用的策略，先把阅读搞定。明白了，重点是快速突破阅读关，这个切入点听起来确实挺实用的。那就这带出核心问题了。目标设定听着有道理，但这毕竟是每天100个字的强度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份资料到底推荐了哪些具体的招数来支撑这么高强度的学习呢？这就说到这份材料方法论的核心部分了。
它主要推荐了这么几个方法，而且是互相配合的。第一个叫分块学习法 （chunking），就是任务分解。逻辑很简单，大目标太吓人，那就拆成小块，减轻心理负担。3000个字除以30天，每天的任务量就是100个字，听着还是不少，对吧？对，100个还是挺多的。没错，那就继续拆，这100个字啊，再分成更小的单元，比如说一天分个5次学，每次就集中精力搞定20个字，比如早上学20个，中午20个，下午、晚上各20个，睡前再花点时间，快速复习一下当天或者前一天的内容。这样一来呢，你每次面对的就是一个能 control 的小任务，就更容易坚持下来，也更容易形成规律。一天100个，拆成5组，每组20个。嚯，这么一分解，感觉心理上的坎儿确实低多了。这有点像，搞一系列短跑冲刺，而不是跑一场看不到头的马拉松。那具体到每一次学这20个字，怎么学才能有效率呢？总不能还是一个一个死记硬背吧？对，这就连到第二个关键方法了，部件记忆法。这个方法的核心思路就是用咱们前面说到的汉字的积木特性。材料主张啊，学汉字你不应该一个一个孤立的去记，而要系统的用你已经认识的那些部件，就是偏旁部首，去联系、去推导、去记那些包含这些部件的新字。它里头的例子很清楚，比如说你先掌握了木这个基础部件，那么再去学2个木组成的林，3个木组成的森，是不是就变得很容易，而且很符合逻辑？对。同样的，你掌握了口，就能很轻松的把问，门里有口在发问，唱，口旁边有个昌盛的昌，表示唱歌，喝，渴了要喝水，这些字串起来学。掌握了心或者它的变形星，就能代数一串，比如想，心上有象，情，心边有清，爱，心里有受等等。这种方法它不光是提高了记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它能帮你理解汉字的内部结构，让你脑子里的汉字形成一个网络，而不是一堆零散的点。用认识的部件去解锁新字，这个听起来特别符合认知规律，感觉像是在脑子里建一个汉字地图一样。但是光靠拆字会不会还是有点干巴巴的？特别是对那些不太规则的或者意思比较抽象的字。说得对，光是分析结构，有时候确实会觉得没意思。所以呢，材料推荐了第3个方法来帮忙，叫做联想故事法。这个方法的核心就是给汉字加点戏，加点趣味性和感情色彩，来抵抗那种机械记忆的枯燥感。做法就是鼓励你去给每个汉字，尤其是那些样子比较特别或者意思比较抽象的字，编一个生动、好玩，甚至可以有点夸张的小故事或者场景。比如材料里说的“休”这个字，你可以想象成一个人靠在一棵大树木旁边休息。这个形象，对吧？难呢，就是在田地田里实力气干活的人。安就是一个女子，女在屋子宝岩里头，感觉很安全、很安宁。这种方法的妙处就在于，它把原来那些抽象的笔画符号变成了具体的画面和故事情节，这样记起来就深刻多了，也更容易想起来。而且这个过程本身也挺有创作性的，对吧？这个我喜欢，把记汉字变成编故事，感觉学习压力下子小好多，甚至可能还有点意思。听起来分块、部件、联想这几个方法都特别侧重认字这么环节。那为了记得更牢，材料有没有说要结合其他感官一起学？有的，确实提到了。第4个被强调的方法是多重输入法。这个想法就是说啊，要想让信息在你脑子里留得更深更久，你就得多调动几个感官通道来学习，不能光用眼睛看。具体做法其实就是咱们常说的眼到、口到、手到、心到。比如你看字卡或者手机 app 上的字形，同时呢大声把字音读出来，听觉刺激，然后动笔写上几遍，这就有动觉和肌肉记忆了。再听听标准发音的录音，甚至可以试试用这个字组个词儿，做个简单的句子，这就联系到语境应用了。通过视觉、听觉、动觉，甚至加上语境应用，这么多重刺激下来，信息在你大脑里建立的连接就更多、更稳固，这样自然就记得更牢，也更容易忘。我听下来啊，
这套方法的设计思路挺清楚的，先用分块法把压力拆小，再用部件法提高结构化记忆的效率，接着用联想故事法加点趣味性和形象感，最后再通过多重输入法调动各种感官来全面巩固。逻辑上好像是一环扣一环的。那这种方法它真的在实际中有人用过并且成功了吗？资料里有没有给点实际的例子，证明它确实行得通？材料里头啊，确实讲了一个据说是真人真事的例子，说的是一位工作特别忙的上班族，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个月之内要能自己看懂财经新闻。这目标，听起来就挺具体，也挺有挑战的。据说啊，他用的核心方法就是每天雷打不动地学100个新汉字，而且他用了一个工具，像 NK 这种，结界重复记忆软件来帮忙复习，提高效率。SRS 系统这个我知道，挺流行的。对，同时呢，他每周还会搞一次集中的复盘，把那一周学的差不多700个字再巩固一遍。那结果怎么样呢？按材料的说法，1个月下来，这位学习者还真的就认识了大概3000个汉字。虽然可能写下来还不太熟练，但是他已经基本上能看懂他想看的那个领域的中文新闻了，而且还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日常对话。这个故事听着确实是挺震撼的。他好像在告诉你，只要目标定清楚了，方法找对了，而且你能就是说严格的执行下去，那这种看起来不可能的高强度学习目标，也不是完全做不到的。这个案例确实挺能说明问题的，但它同时也带出来一个特别关键，甚至可以说是成败在此一举的因素，就是学习心态。就算你手里有了一套设计的再好的方法和工具，如果在学的过程中，这个心理建设跟不上，那也很容易半途而废，对吧？这倒是真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嘛，每天都要啃100个新字，刚开始可能还挺新鲜，过段时间就可能觉得哎呀好难啊，看到那么长的生字表就想打退堂鼓，或者说今天记住了，明天一测忘了一大半，那种挫败感很容易让人怀疑自己，我是不是不行啊？这个时候心态就特别重要了。材料里有句话我印象挺深的，他说遗忘是学习的一部分，甚至是必要的部分。哦，遗忘还是必要的。对，他用了个比喻，我觉得挺好，把学汉字比作锻炼汉字肌肉。就像你去健身房练肌肉，它不是一天就能练成的，对吧？得每天去刺激它，甚至让它有点撕裂，然后它恢复重建才会变强壮。学习和记忆也是这样，忘了再复习，忘了再复习，这个过程本身其实就是在加固你脑子里的神经连接。所以啊，关键不是要求自己一定得过目不忘。因此呢，材料里头传递的一个核心信念就是，不要害怕忘记，要害怕放弃。他强调的是，在遇到困难和遗忘的时候，你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并且坚持行动，这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角度看，坚持这个动作本身，可能比你短期内具体记住了多少个字更有价值。这种韧性才是学任何复杂东西的基础。不要害怕忘记，要害怕放弃。这句话确实，很能打动人。他把关注点从对忘的焦虑转到了对坚持的肯定上。那么，为了帮大家更好的坚持下去，这份资料有没有给出一个更具体、能照着做的学习计划的样子呢？有的，有的。资料里确实大致画出了一个30天的学习计划框架，可以当个例子，让你感受一下实际操作起来大概是个什么节奏。比如说啊，第1周就是第1到第7天，重点可能就是掌握那些最核心、最高频的技术部件，像什么人口、日月木水火土这些。同时呢，结合学由这些部件组成的，以及其他最高频的大概700个汉字，先把底子打好。先抓主干。对，然后第2周第8到14天，掌握了基础部件之后呢，就开始学那些包含这些部件的稍微复杂一点的衍生字，比如修、明、临、问、想、看这些。同时再继续学另外700个频率也比较高的字。第3周第15到21天，可能会侧重学一些跟常见词性有关的字，比如常用的动词啊、形容词啊、名词的核心字。
再加700个汉字。这时候就开始关注字在词的用法了。到了第4周，第22到28天，就学一些表达更抽象概念的字，比如涉及情感啊、思想啊、社会关系啊这些，像爱、信、义、思、礼、法等等，并且把剩下的大约700个字学完。最后那2天，第29、30天，主要就是总复习和自己测一下，把这1个月学的这3000字系统的过一遍，看看哪里有漏，哪里还不熟，巩固一下。这个计划框架它的逻辑性还是挺清楚的，能看出来它是按照从基础到复杂，从高频到低频，从部件到整个字，再到初步应用的这个顺序来的。而且它也把复习给整合进去了。当然了，这肯定只是一个示例性的框架，每个人具体执行起来肯定得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但它至少给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图，让你知道每天、每周大概该干啥，对保持学习动力和方向感还是挺有帮助的。关键还是那句话，能不能有纪律的照着计划做下去？好了，咱们聊了这么多，来试着帮你总结一下今天讨论的核心信息吧。这个听起来几乎像神话一样的30天掌握3000汉字的目标，根据这份资料的说法呢，它也不是完全凭空想象的，它背后是有一套挺系统的方法论在支撑。强调什么呢？强调通过分块来分解任务，利用汉字本身的部件规律来高效记忆，再借助联想故事增加学习的趣味性，运用多重输入来巩固记忆。而且他特别重视持续复习和积极的学习心态。没错，如果说要从这份资料里提炼点更深层的东西，那可能就是高效的学习往往是科学方法、积极心态，还有持续行动这3样东西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资料里那个把学习比作登山的比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过程肯定辛苦的，对吧？甚至可能迷路，可能想放弃。但是当你靠着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真的站到一定高度往下看的时候，那种克服困难带来的成就感，还有你在爬山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意志力本身，可能才是最宝贵的东西。所以这不光是记住多少汉字的问题了，它更像是在探讨一种，怎么突破自我设限，怎么高效地达成学习目标的一种方法，甚至是一种哲学。说得好，所以这份材料也许最想传递给你的信息就是，不妨也挑战一下自己，给自己设一个类似的，比如说30天学习冲刺的目标。不管你是在学语言，学个什么技能，还是想攻克某个知识难点，重点也许不在于你最后是不是真的完美达到了那个数字，比如就这3000字，而在于你是不是能够开始并且坚持一个每天进步一点点的行动。就像材料里那句很实在的话说的，就算你最后只学会了2000个字，甚至1000个字，那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是你以前可能想都不敢想的成就。他真正在乎的好像是这个过程里的成长和持续行动本身的力量。那么基于咱们今天的讨论，最后呢，留给你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回去琢磨琢磨。咱们先抛开3000字或者30天这些具体的数字标签，就看这种高强度、结构化、多方法结合的学习模式，它强调目标分解，利用内在规律、创造性联想、多感官刺激、规律复习和积极心态管理。如果把它的核心理念用到你现在正在学的或者想要攻克的其他任何领域，会怎么样？比如说学一门编程语言，准备一个专业考试，甚至去理解一个复杂的商业模型或者科学理论。这种方法，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新视角，或者学习上的突破呢？这种方法论，它可能会怎么改变你对学习这件事情本身的理解和做法？